德州暴雪加断电造成悲剧，为何11岁男孩会被活活冻死？中国又是如何被强行甩锅的？近段时间，美国南部遭遇了罕见的寒潮，暴雪袭击南部各州，并导致这些地方用电量急剧上升，一些地方的电价竟上涨了200%。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电力系统最终因超负荷而崩溃，造成持续1周的大断电，这无疑给德州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而暴雪加断电也最终酿成悲剧。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州断电让400万居民没有暖气可以使用，导致1周内至少有30人被冻死。其中有一位11岁的孩童在一夜睡眠后，第2天被发现没有生命体征，因体温过低而被活活冻死。其家长愤怒地向当地电商索赔1亿美元。这样的事情让人难以置信，发生在21世纪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还是无辜躺枪。擅长炮制各种阴谋论的美国激进组织匿名者 Q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称，德克萨斯大断电是中国人干的，而且美国总统拜登是帮凶，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原来美国阴谋论者认为，美国在2015年签署的基斯通管道执行令中允许中国电网进入参与美国电网的合作项目，而时任副总统的拜登便是这项决议的主要签署者。一些美国人认为，这项决议的签订意味着中国能通过某种方式入侵美国电网，并造成德克萨斯发生断电事故。乍一听，这样的甩锅理由完全站不住脚，然而事实却是，这个离谱的理由却在美国得到不少支持，于是中国人再一次无辜背锅。不过美国媒体自己倒是澄清，称德州电网是独立于美国的东西2大电网，本身与美国其他电网公司基本上就不往来，更不用说和中国的电网公司往来了。很显然，美国的激进组织完全是借题发挥，为黑而黑。然而还不仅如此，还有美国人想到了更离谱的理由怪罪到中国头上。有匿名者 Q 的支持者在网络上声称，德州降下的雪不是真正的雪，而是中国利用气象武器对他们发动的攻击。这样的说法与前年美国加州山火时盛传的山火是由中国的卫星激光武器干的简直如出一辙。这么说来，中国不仅有各种逆天的武器，还能让美国国防部毫无察觉，这美军蓝星最强的帽子还能戴上？事实上，这次德州暴雪与断电造成的灾害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在面对这样的灾害时表现得如此拉胯，在以往的确会让很多人难以置信。不少美国人并不愿意从自身找原因，于是只能去找个背锅的。加上美国反华思潮盛行，尽管德州这次事故与中国八竿子打不着，但只要靠想象力，总能扯上关系。在 F-35 战机刚问世的前几年，坐拥2款5代战机的美国空军曾不可一世地口出狂言，设想了一个空军全面5代机的梦想。不过就在最近，有消息传出，美军的5代机梦可能要碎了。据美国媒体防务新闻的消息显示，多种战机混合编组的方案正在成为美国空军近期的研究方向。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了该方案，旨在研究一项拥有全新的作战能力的升级版4代机，能力将介于4代机和5代机之间的一种新版本战机，而这份研究将会构建空军2023财年预算的主要结构。据防务新闻报道，尽管目前美军拥有2款先进的第5代战机 F-22 和 F-35， 但美国空军高层内部却在近期出现了很多关于继续投入生产4代机的声音。而空军甚至今年1月份还在考虑是否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新的全新升级版本的 F-16， 来替代当前有些老化的 F-16编队。按照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的说法，之所以要放弃全面采用 F-35 战机的计划而采用4代机，是因为空军正在尝试用相对低成本的资源来保证至少对外的军事优势。有观察人士指出，美军早前全面列装5代机的计划，能选择的无外乎是 F-22 和 F-35 2款，但 F-22 生产线早就终止，本身的电子战系统也跟不上时代，也就只剩下 F-35 可用了。然而放弃空中优势更大的 F-35，反而去追求4代机，大概率是 F-35 战机本身的问题了。
毕竟自从 F-35 战机诞生以来，仓促列装和不断被压价导致的成本压缩，让 F-35丑闻不断。即便是到了2021年，美国五角大楼此前的调查中就发现 F-35 战机仍然存在871个缺陷，仅仅比去年减少了2个。1年时间都没有解决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技术缺陷。换句话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了吸引眼球并拿下订单，在设计之中掺杂了大量尚无法有效解决的先进技术，导致即便到如今也对此束手无策。自从 F-35 外售以来，各国的事故就没有断过，最严重的当属日本了，飞机坠毁，飞行员死亡，最终的结论也指向战机的设计问题，导致在飞行中会出现飞行员缺氧窒息的状况。而英澳等国则是发现 F-35 的引申涂层材料存在严重问题，经常性鼓泡失效，甚至是直接脱落。此外，在五角大楼原定预算中，到2025年将投入1500亿美元，用作 F-35 战机的维护和改善费用。然而到如今，因为饱受批评，这个预算被削减为780亿美元，数额直接腰斩。有外界人士就怀疑，空军很可能已经不再信任洛克希德马丁在这个项目上的能力。而如今，美空军高官突然一副想要抛弃 F-35 的样子，恐怕是这架问题飞机又出什么重大事故了。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无疑对全球经济来说都是一场罕见的大灾难。号称医疗体系发达的西方国家，无数的神奇操作反而让自己成了疫情重灾区。而就在英国遭遇300年来最严重经济萎缩之际，英国首相的骚操作却把英国网友气炸了。英国传统媒体《卫报》在当地时间2月21号的消息显示，因疫情影响，英国正在遭遇30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萎缩。而这种局势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却在国际论坛上公开攻击目前英国最大的国际贸易伙伴中国。而英国的经济在可以预见的时期里显然不会有一个好结果，可能是为了修复对华关系，鲍里斯在唐宁街圆桌会议上对外声称，除了祝贺中国新年之外，还称自己是狂热的中国粉丝。这件事情中国人还没说话，反倒是英国网友们被气了个半死。有网友直截了当地表示，鲍里斯又在骗人了。这些人说话两面三刀的，典型的骗子和操纵者。在前几周还在攻击中国，结果现在全忘记了，然后公开彰显自己是侵华者。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很难对未来充满希望。唐宁街里这种人太多了。可能是由于回想起当年的大英帝国，有英国网友心中一酸，情况其实很明确，这就是脱欧导致的部分后果。鲍里斯也不是真的中国狂热粉丝，只是在为谈判桌上得到一点点施舍。说的这么赤裸裸的，让人感到悲哀。有观察人士指出，在英国脱欧之后，英国由于传统情感问题，对欧洲无疑会更加排斥。虽然经济上对中国存在依赖问题，但政治上却更倾向于美国。这就造成了当前英国既想要增加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又不得不在不同场合公开攻击中国西部问题，替美国冲锋陷阵。分析认为，传统的盎塞一脉本就是强盗起家，道德底线和和平都是完全不存在的东西。前有华为5G 事件，后有 CGTN 被关事件。英国想要通过一句看似跪舔的话来扭转双方的关系，显然是过于天真。当然，国内牧羊犬不少，真就如此简单的相信对方的人群也不是不存在。但只要听其言观其行就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英国都没有放松实质性的政策来促进中英关系。说白了，不过是想空手套白狼，骗些傻白甜的去英国送钱。值得一提的是，有网友调侃，为啥古人老喊他们是洋鬼子？因为他们鬼话连篇。